我们原本是一，在所有名字之间相遇，不再分离，不再逃避，每一刻都是创世的记忆。我们原本是一，当我说出我爱你，那不是对你，而是对整个存在的回忆。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上一集阿吴充当历史老师，介绍了有关地球的意识进化史。这集我们要把焦点拉回地球的个人身上，我们要讲一的法则中说的自由意志法则、混淆法则、业力、照杀、遗忘机制以及中阴身，这些都跟个人有密切的相关哦。一的法则的说法都是去掉宗教的外皮，直接以中性的态度去说明陈述，所以请大家暂时放下地球的宗教教义与观念，才会有所收获哦。在 Law of One 中，拉说宇宙最初只有一个原则 The Law of One， 意思是一切都是同一个无限造物主，没有分离、个体、时间、空间，只有无限的存在 Intelligent Infinity。 第一个分化，自由意志 Free Will。 接着无限造物主产生了一个原初扭曲。自由意志 Free Will 意思是造物主允许自己以无数方式探索自己，因此开始出现不同宇宙、不同可能性、不同经验。自由意志让宇宙变成创造性的探索。第二个分化，爱 Love。 当自由意志开始运作时，下一个原初扭曲出现，爱 Love。拉也称它为 Logos 理则。这里的爱不是情感，而是创造的动力或设计智慧。简单说，爱就是宇宙的创造意志，它开始设计宇宙，创造结构，建立法则，例如银河系、恒双系、物理定律。第三个分化，光 Light。 当 Logos 爱开始创造时，就产生了光 Light。 光是宇宙的基本能量与物质。在拉的描述中，光形成能量，能量形成物质，物质形成宇宙结构，包括星球、身体、能量中心、意识载具。现在我们专门来谈宇宙的第一个分化自由意志法则 Law of Free Will。 在 Law of One 中，宇宙最重要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自由意志法则 Law of Free Will， 意思是每一个意识都有权利自己选择经验，这包括你相信什么，如何生活，如何极化 STO 或 STS。 即使是高密度存在，也不能强迫低密度文明做选择。为什么宇宙要这样设计？原因很简单，造物主想体验所有可能性。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宇宙就会变成固定剧本，没有创造性。因此自由意志是宇宙创造的基础。混淆法则其实就是自由意志法则的一种表现方式，也就是说，混淆法则其实就是自由意志法则的另一个名字，只是拉用混淆这个词来描述它在人类世界呈现的效果。当自由意志被保护时，宇宙必然呈现的状态，为什么自由意志会造成混淆？
如果宇宙完全尊重自由意志，那么就不能强迫你相信真相，不能直接告诉你宇宙答案，不能证明灵魂存在。因此，结果就是世界会出现很多不同说法，例如宗教不同、哲学不同、科学与灵性争论、外星文明是否存在。于是人类会感觉世界很混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这个状态就是 confusion。 那为什么宇宙需要这种混淆呢？如果宇宙真相被完全证明，例如灵魂被科学证实，轮回被证实，外星文明公开出现，那么人类会因为知道结果而行动，例如因为怕业力而做好事，因为确定宇宙法则而顺从。这样的选择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宇宙必须保持不确定性。第三密度特别需要混淆。第三密度的课题是做出极化选择，也就是 STO 服务他人或 STS 服务自我。但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万物其实是一体，那几乎所有人都会自然变成 STO， 极化就会很慢。因此，照杀、价、混淆法则一起运作，让人必须在不确定中做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拉在通讯时回答问题也很小心。在拉的通讯中，拉常常拒绝回答某些问题，不给预言，不给细节，原因就是避免破坏混淆法则。例如，他们不会直接说未来会发生什么，某个人是谁转世，世界会何时改变。那么违反自由意志法则会怎样呢？答案是会产生业力。要注意的是，违反他人自由意志确实可能产生业力，但并不是所有情况都会。这里阿吴要讲的业力会比一般宗教的因果报应要细致很多。业力的运作并不是那种以眼还眼、一报还一报的简化模式，这里大家要仔细听哦。业力 karma 不是惩罚，它比较像是一种尚未理解或尚未平衡的经验。如果一个人对他人造成某种不平衡，例如强迫、控制、伤害，那么未来的某个时刻，他可能会经历类似情境，让他理解那种经验，其目的是理解与平衡。为什么侵犯自由意志容易产生业力呢？第三密度的核心法则是自由意志。如果你剥夺别人的选择，操控别人的生活，强迫他人接受你的意志，那么你创造了一种能量上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就会形成业力。那么也许你会问，负面道路 STS 为什么还能存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负面道路 STS 本来就包含控制、支配、操纵。那为什么他们不会一直产生业力？拉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存在清楚而有意识地选择负面道路，那么某些行为并不算无意识侵犯自由意志。例如，一个负面存在，如果透过诱惑、操纵、欺骗，让别人自愿接受控制，那么在宇宙法则上，对方仍然做了选择，因此
不一定形成业力。拉提到业力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无意识的伤害或控制，例如因恐惧伤害他人，因愤怒做出破坏，因无知造成痛苦。因为这些行为背后没有清晰的极化或理解，那么业力如何才会被解除呢？业力不是永远存在，它可以透过理解、原谅、爱、平衡而被解除。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自我宽恕与他人宽恕，而这正是耶稣教导的核心。我们从宇宙角度看业力，在一的法则中，业力其实是学习机制。宇宙并不是在计算谁犯错，而是在让意识理解他者其实就是自己。当这个理解真正发生，业力就不再需要存在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一的法则中说的业力时，都会觉得有点震撼，因为它和一般宗教对因果报应的理解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在某些情况下，侵犯自由意志反而不太形成业力。业力的关键不是行为，而是意识。宇宙看的不是行为本身表面善恶，而是意识是否清楚。如果一个人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明确选择恐被承担其后果，那么很多行为其实不会产生业力。最典型的例子，战争。拉提到一个很典型的情境，战争。在战争里，人们互相伤害，大量生命被夺走，但很多情况下，这些行为不一定形成强烈业力。原因是双方都在一个集体情境中，例如国家冲突、群体恐惧、集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参与，因此业力比较像是集体学习。真正容易产生业力的情况是个人对个人的刻意侵犯，例如个人报复、操控、强迫、奴役。因为这些情境中，自由意志被直接压制。负面道路如何避免业力？负面道路 STS 其实很懂这件事，他们通常不会直接强迫，而是透过诱惑、操纵、欺骗、权力结构，让人自愿交出权力。例如崇拜、服从、权威结构。在宇宙法则里，只要对方做了选择，自由意志仍然存在。其实有些灵魂在转世前会主动设计自己的业力情境，因为这样学习会更快。我们就顺着这个主题来谈谈中阴回顾 Life Review 吧。当一个人死亡之后，他的心、身、灵复合体会进入一个过渡状态。这个阶段会发生一件事，灵魂回顾刚刚结束的一生。这个回顾就是 Life Review， 生命回顾。死亡之后，意识会进入时间、空间 Time, Space。 这是一种与我们现在的世界相反的维度。我们现在生活在空间、时间 Space, Time， 而死亡后会进入时间、空间。在那里，意识更清晰，情感更强烈，没有物质身体限制，因此回顾会非常深刻。灵魂会重新观看自己的一生，但不是像看电影那样，而是重新感受每一个互动。例如，如果你曾经帮助某个人
或伤害某个人。在回顾中，你会同时感受到自己当时的感受和对方的感受，因此灵魂会非常清楚理解自己的行为带来了什么影响。中阴回顾的目的不是审判，宇宙没有审判者，回顾的目的只有2个：一，理解灵魂会看到哪些地方充满爱，哪些地方缺乏爱，这帮助灵魂理解自己的极化。2，平衡。如果某些经验没有被理解，灵魂可能会决定在下一世创造新的情境来学习，而这就是业力平衡。很多灵魂在回顾时并不是孤单的，通常会有指导灵、高我、灵性团体协助回顾。其中最重要的是 Higher Self， 高我，会帮助灵魂理解经验并安排下一次转世。至于高我是什么，阿武留在以后的集数再说明。生命回顾之后，通常会有3种情况：一，再次转世。如果还在第3密度学习，灵魂会设计下一世的环境，例如家庭、文化、挑战。2，收割。如果灵魂已经完成第3密度课题，可能会进入第4密度。4，疗愈期。有些灵魂需要休息、治疗与整合经验，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多业力其实是在生命回顾中自己决定平衡的，也就是说，不是宇宙强迫，而是灵魂自己看到这个地方我还没有理解，因此选择再次学习。你可能也注意到，这个概念其实和佛教的中阴 Bardo 有点相似，两者都描述死亡后的过渡状态，灵魂的回顾与选择，只是一的法则用的是宇宙进化的框架。在一的法则中，死亡之后，灵魂会回顾自己的一生，重新感受每一个与他人的互动，从而理解自己是否真正活出了爱。这里还有一个重点，有些灵魂在回顾时会发现自己对别人造成的痛苦比自己生前想象的要强烈得多，而这正是很多灵魂开始真正走向 STO 极化的原因。最后，我们来说说照杀，也就是转世后的遗忘机制吧。就是东方说的喝了孟婆汤，拉说照杀 Veil of Forgetting， 是整个第3密度实验的关键设计。在 Law of One 中，照杀 Veil of Forgetting 指的是灵魂在转世时会忘记自己真正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类出生时不知道自己是灵魂，宇宙是合一的，轮回存在，密度进化存在。这种遗忘就像一层幕布。为什么宇宙要设计这个照杀？在早期的宇宙中，其实没有照杀。那时候的存在都知道，万物是一，灵魂不会死亡，生命是进化旅程。结果发生一件事，极化几乎不会发生，因为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他者就是自己，那就很难控制他人，伤害他人，做出强烈选择，结果第3密度的学习变得非常慢。照杀是一次宇宙实验，拉说后来一些高密度智慧存在，李泽 Logos 想到，如果在转世时加入一个机制，让灵魂暂时忘记真相，会发生什么？结果发现极化速度突然大幅提升，因为人类在不知道宇宙真相的情况下，仍然要做出选择，爱他人 STO 或
控制他人 STS， 这样的选择就变得非常有力量。罩纱出现后，第三密度的特征变成不确定、疑问、信仰差异、宗教、哲学探索。人类会问：我是谁？宇宙是什么？神是否存在？这些探索其实就是罩纱造成的效果。罩纱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罩纱之后，宇宙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强烈的极化。例如，伟大的圣人、极端的暴君，在没有罩纱的宇宙，这种差距很少出现。罩纱与第三密度的目的，拉说，第三密度的核心其实就是 choice 选择，而罩纱让这个选择变得真实、困难、有意义。如果没有罩纱，所有人都会自然走向合一，那么学习就不深刻。那么罩纱什么时候消失？罩纱主要存在于第三密度。当进入第四密度之后，意识会开始重新理解合一、灵魂本质、轮回。也就是说，罩纱会逐渐变薄，但并非完全消失。罩纱让灵魂忘记自己是谁，这样当他再次选择爱或权力时，那个选择才是真正自由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延伸，罩纱出现之后，宇宙还出现了很多新现象，例如梦、潜意识、性能量转化、灵性寻求，这些其实都是罩纱之后才出现的意识结构。好啦，这集先这样，拜拜。